武器使用限制解除，让乌军放开了手脚，使用海马斯导弹、海马斯火箭炮、无人机打击俄本土目标。为了防止乌军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俄军的露天军用机场纷纷加装盖子。同时，为了让欧美各国收回解除限制政策，俄军开始通过演习进行威慑。如在即将开展的库姆扎2024海上演习，距离挪威海岸不到8公里。美国使用无人地面车辆在摩洛哥进行地道战演习。英国情报机构称，俄军伤亡可能超50万。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美国批准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领土24小时后，别尔哥罗德就传来了爆炸声。5月31日，据乌克兰军方宣布，乌军使用A360海王星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距离前线260公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渡口和高加索港的石油码头。据 X 平台，乌克兰阵线用户表示，通过袭击前后卫星图像对比，可以评估高加索港口境内石油码头的部分设施遭到破坏，许多大型船只也已移离港口水域。要知道，从货物周转量来看，高加索港在俄罗斯排名第5，在黑海、亚速流域排名第2，仅次于新罗西斯克。而且高加索港的油库也是克里米亚、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等地区重要的供给方。如今被摧毁，俄军的后勤和补给将遭到严重打击。若是再结合这2天在该地区摧毁的变电站、供电网络、油库、轮渡等战果，乌军显然是有计划在摧毁克里米亚俄军的补给线。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乌军是想先拔掉克里米亚通往前线各处战场的补给线路，然后再将摧毁连接马里乌波尔和克里米亚的新建铁路，最后目标是炸掉克什大桥，从而一劳永逸解决麻烦。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再次奔袭千里，向着俄军位于达达斯坦地区的无人机工厂发动了打击，从而让俄罗斯与伊朗签订的17亿美元无人机合同变成废纸。到了6月1日凌晨，乌军又向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发射了海马斯导弹。据当地居民报告称，至少发生了40次爆炸，目前损失情况未知。此外，据乌克兰安全部门称，乌军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一个 NEBO SVU 远程雷达探测综合体，总价值约1亿美元。据悉，该雷达位于阿米扬斯克附近，控制着前线380公里的部分，能为克里米亚的俄军设施提供保护。如今被摧毁，俄军在该地区将被致盲，好为 F-16 的到来更大的袭击行动做准备。由此可见，俄军对哈尔科夫的进攻属实走了一步臭棋。当然，俄罗斯估计也没想到，仅仅因为哈尔科夫攻势，短短20天就15国取消武器使用限制。没办法，俄军只能一边加固自己堡垒，一边照例对15国解除武器使用限制发出核威胁。据悉，乌军开始在距离俄乌边境约300公里的伏尔加格勒地区马里诺夫卡机场建造保护性机库，在保护俄军的战机免受乌军无人机和 ATACMS 等导弹袭击的同时，避免被北约卫星和其他光学探测设备所侦察，从而增强操作的安全性。那这样的防护管不管用呢？若是避免被侦察，火力军认为还是可以的，但能否防御导弹或无人机的袭击，需要看机库的材料。此前，因乌军无人机和导弹频繁袭击俄战机，导致大多数俄战机已被分离到离前线更远的各处机场，并进行了相关防护，如在机身上覆盖轮胎、盖避难锁等等。但由于缺乏专门的钢筋混凝土，导致防护效果聊胜于无。如今建造机库虽然没经过实战检验，但却是俄军所采取的必须措施，因为乌军无人机和导弹的持续性威胁正在加大。值得注意的，乌军无人机操作技术打击有目共睹，连坦克进口舱口都能钻进，更别说巨大的机库大门了。而且武器使用限制的解除，更多威力更大的带有集束弹头的导弹也将被乌军使用，不仅能大面积摧毁机场跑道，其子弹药和爆炸崩进的石块也能对飞机带来损伤。因此火力军比较倾向俄军建造机库有用，但作用不大。至于对15国解除武器使用限制，俄罗斯束手无策，依旧是进行日常核威慑。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31日表示，俄罗斯已于5月27日到31日同白俄罗斯进行了联合演习。俄军派出苏30 SM 战机、苏24轰炸机以及米24、米8等直升机，进行了针对特定目标的空用武器火力实际操演。报道指出，白俄罗斯作为俄罗斯坚定盟友之一，将允许俄军通过其领土对乌克兰发动打击，
更是在23日时，普京特意飞往白俄罗斯与卢卡申科会谈，磋商了有关安全及战术性核武演习等议题。此外，在接下来的库姆扎2024海上演习中，俄罗斯宣布将在距离挪威海岸8公里的地方进行实弹演习。目前，挪威最北端的第247号军事观察哨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北方舰队称，今年的库姆扎2024海上演习有5个训练场景，其中包括与快速移动的敌方摩托艇作战、搜索和攻击敌方潜艇演习以及防空演习，旨在模拟快速应对乌军海上无人艇攻击俄军舰船的情况。据俄罗斯西北港口管理局在摩尔曼斯克宣布的沿海警告显示，瓦朗厄尔峡湾将在6月4日到6日展开海上炮火演习，距离挪威仅8公里。目前尚不清楚瓦朗厄尔峡湾的炮火演习是由北方舰队负责，还是由 FSB 海岸警卫队负责。但北方舰队的沿海部队在附近有斯列德尼半岛这个著名的训练区，后者则经常在挪威格伦斯雅各布塞尔夫海岸附近航行，因此都有可能。美洲狮2024演习圆满结束，这场联合演习于4月19日至5月31日举行，涉及27个国家，共8100多名参与者。演习内容除了地下战争等场景外，还包括心理作战、建筑物清理、联合攻击、快速绳索插入、速降和人质营救等内容，将帮助部队提高在多样化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的行动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摩洛哥蒂夫尼特进行了一场地道战演习。地道战战术虽老，但胜在好用，利用天然洞穴和人工建造的地下结构来实现对敌军防御工事的破坏，突然袭击、秘密移动部队等作战，甚至可以充当避难所使用。如以哈战场地下广泛的地道网络就被用于各种军事活动。在此次演习中，来自犹他州国民警卫队第19特种部队的士兵和伙伴部队一起进行了遥控微型战术地面机器人在地下通道中导航的训练，这样到了战时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作战人员的伤亡。一如从2023年开始，以色列国防军加大对地道的探测、捕获和摧毁力度，所使用的方法，各种地下机器人、物理探测系统、专用无人机等等，也是受此冲突的影响。如何针对地道作战也成了美军关注的重点。哦，对了，俄军使用朝鲜导弹袭击乌克兰，也终于有了官方的实锤证据。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30日公开分析报告指出，已通过多角度图像分析，确认乌克兰境内部分俄军导弹残骸与朝鲜方面公开的固体燃料短程弹道导弹一致，证实了俄军使用朝鲜导弹攻击乌克兰的事实。若从时间表上推算，其实也是能发现端倪的。俄罗斯的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在2023年7月访问朝鲜，仅1个月后就有数百个货柜邮轮至朝鲜，同时通过铁路接回了大量军用品。之后金正恩9月访问俄罗斯，紧接着12月俄乌战场就出现了疑似朝鲜导弹的残骸。今年4月30日，联合国制裁观察员也确认到，1月2日落于哈尔科夫的导弹，从其残骸碎片中就已推断出其来自于朝鲜的火星11型系列弹道导弹，违反了2006年对朝鲜实施的武器禁运令。目前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及朝鲜联合国使节皆未对此报告进行回应，但被打脸还是被打脸了，因为此前俄罗斯及朝鲜官方5月份都曾否认相互支持的传言。但有了朝鲜导弹的帮助，俄军进攻虽然猛烈，但也出现了高伤亡和高武器损失。朝鲜援的炮弹，此前火力军分析过，大多数为劣质炮弹，存在装药不足、炮弹变形等问题。如装药的不一致会导致炮弹发射轨迹变得不一致，从而造成射击精度下降。俄军必须花费更多弹药才能完成基础任务，而耗费更多弹药也会使炮管磨损加剧，炮管被磨损又会使准度下降，而再耗费更多的弹药。可见俄军使用朝鲜导弹后就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此外，更多炮弹消耗也意味着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来执行任务，这样也就导致在与乌军激烈的炮火对战中，很容易被乌军抓住机会，从而将长时间停留的俄炮兵阵地摧毁。据英国情报部门5月31日表示，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俄军伤亡总数目前可能达到了50万。尤其今年5月份，俄军平均每天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了1200人，是开战以来最高的月份。俄军大量的伤亡却没换来实质性的进展，这有可能与大多数俄军士兵只接受有限的训练有关。大家觉得这样俄军还有未来吗？
根据媒体报道，5月29日，朝鲜向韩国发送了一批装有垃圾、厕纸、粪便、废旧电池的气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要通过一切手段加强战争威慑力，逐步发展平壤自己的武装力量，让朝鲜成为具有绝对实力的超级大国。当天，韩联社也发出了报道，报道中表示，朝鲜向韩国空飘大量装有污秽物的气球，据统计已经发现了150多个，主要分布在江原道、京畿道、庆尚道、全罗道、中清道等地，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落地，还有一部分仍在空中漂浮。报道中称，韩国军方生化快速应对小组和爆炸物处置组正在对朝鲜空飘过来的气球进行回收，相关机构对于气球内的污秽和垃圾正在进行精密的分析。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朝鲜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法，严重危害了韩国人民的安全。韩国军队已经采取相关措施，告知公民避免任何户外活动，看到不明物体不要接触，及时向附近的军事基地和警方报告。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谴责并呼吁朝鲜立即停止这种低级行为。据乌克兰军文网28日报道，近日乌克兰接收了最新的第3代国家先进防空系统，这个系统搭配了最新的防空导弹。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用这个系统成功拦截了多个敌方空中目标，显示出了这个系统强大的防空能力。第3代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新增了火力分配中心和 Mk2 发射器，这让它能够发射不同型号的防空导弹。除了基本的 AIM-120、AIM-RAAM 拦截导弹外，还包括短程 AIM-9X 导弹和增程型 AIM-RAAM-1R 导弹。AIM-9X 导弹是现代短程空对空导弹，具红外线导引弹头，非常适合拦截高压力空中目标，但从地面发射时射程仅限于12公里。它和 AIM-120 导弹的区别是 AIM-9 导弹的弹体中部缺少襟翼。一名代号 Bro 的连队指挥官表示，被第3代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的目标有251个，其中无人机有114架，巡航导弹137枚。Bro 指出，由于乌克兰作战条件恶劣，让第3代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国家先进防空系统制造商和挪威康士伯国防科技公司都已经派出了工程师，根据乌克兰军方的建议进行修复和改进。巴荣还透露，他们与开发人员保持联系，并提供改进系统的建议，甚至开发了新的重新装填方案。他强调，在敌方火力下重新装填发射器是他们这次改进中的创新。根据相关报道，14日，美国国家安全合作局宣布批准巴西采购12架 UH-60黑鹰直升机和相关设备，总价值达到9.5亿美元，并已经进入知会国会程序。早在2014年，巴西政府曾获美准购3架通行机，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次再度获美准购12架黑鹰，巴西将有希望淘汰即将退役的 HM2 和 HM3， 加速巴西陆航现代化。美国国家安全合作局指出，本次巴西分别获准12架黑鹰直升机，附带10具备用的 GE-T700 涡轮轴发动机，4套备用的 Agler M 整合式全球定位系统，以及24套机载 AN/ARC231A 无线电通讯系统，其余则是一些后勤零附件、技术支援等非军售项目，包括敌我识别、塔康导航仪、空中防撞系统以及 7.62 毫米 M134DH 机枪等设备。巴西陆航军司令部自2017年起，以陆军航空战略计划持续推动机队现代化，目标外购16架重型战术直升机，淘汰队中高龄的美洲狮和黑鹰2大直升机队。根据相关报道，5月29日，瑞典公布了援乌方案，这是瑞典第16次援助乌克兰，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军事援助方案。整个援助方案的价值超过10亿欧元，其中包括了 ASC-890 远程雷达探测飞机、RB-99 导弹和瑞典所有的 PBV-302 装甲运兵车。在这次援助中 ，ASC-890 远程雷达探测飞机尤其引人瞩目。它具有不可移动的 PS-890 AESA 雷达，这个雷达由 IRI 系统制成，阻力较低，
但在飞机正后方和前方有一个死区，机身两侧有120度扫描区域。安装的雷达能够在2万英尺的高度跟踪高达190到250英里的飞机和导弹。ASC-890 远程雷达探测飞机能够容纳6个人，它的长度20.57米，翼展达到21.44米，高度有6.97米。它的动力装置是采用了2台通用电气 CT7-9B， 每台能够达到功率为1390千瓦。根据相关报道，今年印度空军接收的首批16架光辉战斗机将开始服役，这标志着印度空军实力得到增强，在防空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光辉战斗机是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参考幻影2000战斗机设计出来的多用途轻型战机，它采用无尾三角翼设计，让飞机在短距起降方面表现优异。光辉战机机身采用了铝锂合金以及碳纤维材料和钛合金钢制造，其中碳纤维材料占整个机身构造的 45%， 是当今世界上复合材料使用最高的战机之一。复合材料的使用不仅让光辉战机拥有更轻更强的机身，还减少了铆钉的使用数量，增加了飞机的可靠性，降低了它因为结构疲劳而产生裂痕的风险。在设计之初，印度打算整体的航电设备都是用国产的。为此，印度政府提出了多项自力更生目标，包括飞行线控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多脉冲多普勒雷达和加力涡轮扇发动机的研究，但最终仅做到 60% 的部件是国产。在飞控方面，由于光辉战斗机使用控制构型载具的设计，因此它配备了4个飞行线控系统，以减轻飞行员的处理负担。光辉战斗机的雷达是采用了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 ELM-2032 多模多普勒脉冲雷达，让光辉战机能够具备高达150公里空中扫描和跟踪模式，与极佳的对地对海精准搜索与定位的能力。然而，按目前的计划，印度希望未来光辉战斗机改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以提高光辉战斗机的能力。除了雷达，光辉战斗机还配备了红外线搜索和跟踪传感器，使其可以更精准地对地对海攻击或轰炸，而该系统是以吊舱为基础。印度最初希望光辉战斗机采用国产的卡夫里发动机，然而卡夫里至今仍未完成研发和测试，因此改为选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 F404GE IN-20 发动机。但卡夫里发动机相关人员表示，仍然不会因此停止研发，在完成研发后便会配置在量产型的光辉战斗机中，而光辉 Mk2 型将会配备更先进的 F414 涡轮扇发动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军给机场加盖子、用演习进行威胁有什么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